的相处，很幸福，不会就这样结束。人生路许多苦，因为有你不孤独，很幸福，一起期待的日出，很幸福，有你陪伴的寒暑，往事再回顾，未来永不落幕，献上我最真的祝福，展望前程长路，哪怕现实残酷，别人命运将你束缚，希望你能展翅飞舞，往更远的路途，在那回忆的深处，有着我们之间最真的祝福。什么？你不想继续升学？那你毕业后想做什么？我想工作。工作？我爸爸年纪大了，身体状况不是很好，我想减轻他的负担。慧慧啊，老师知道你孝顺，但是现在大学生满街都是哎，你只有高中毕业，能找到什么工作？老师，我没有想要赚很多钱，我就是想要有一份稳定的收入，让家里可以过得安定。你从进高中以来，每学期甚至于每次段考都是全校第一，你现在就说要放弃，难道不觉得可惜吗？不会啦，老师，不要想这么多，就不会觉得可惜啦。而且用功念书本来就是学生应该做的事情，我也不是为了要念大学才这么用功念书的啊。慧慧啊，老师希望你再考虑一下。我想学校的老师都不希望你半途而废啊。之前我爸爸说，只让我跟妹妹念到国中毕业，可是现在我念到高中毕业嘞。真的，老师，我真的觉得很满足，我不会觉得可惜啦。所以，是你爸爸不愿意你继续升学，这才是主要的原因，对不对？爸爸也有他的苦衷。真的是这样。来，坐。慧慧啊，先撇开爸爸的因素不说，你老实问你自己，你是不是真的不想继续念下去？如果你现在牺牲自己出去工作，到时候因为学历不够、专业技能不足而被淘汰，难道你就不会后悔吗？谢谢老师。最怕遇到这种事，明明就是一个很优秀的孩子，却因为现实的问题没有办法继续升学。不知道能不能跟他爸爸谈谈看哈？我看慧慧是一个很懂事的小孩，她父亲一定很明理。你真的不想继续念书了吗？你不觉得可惜吗？你真的不想继续念书了吗？你不会觉得可惜吗？如果你牺牲了你自己，你真的不会后悔吗？你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啊？你爸身体好一点了吗？
你爸身体好一点了吗？毕业后你会继续升学吗？会吧，我爸说只要学校愿意收我就去念啊。你问这干嘛？为家人做的事情，应该不叫做牺牲。好，应该也不会后悔吧？哎，董委会。怎么啦？你已经10秒钟没有笑，没有讲话嘞。有吗？还是懒人最关心我，好感动哦。不要转移话题。没有啦，就我们班的陈丽如啊，她在想她要不要念大学，为了这件事情在烦。你这故事编得很烂哎。那你又不准我说我没事，你要我怎么办？我可以继续念书吗？我不知道。哦，你还没有同情心哎，给点意见嘛。其实你很想念书，对不对？念书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啊。你可以再等我2年吗2年？等我毕业。我毕业工作赚钱，你念大学。兰兰，兰兰，你等我啦！兰兰，骑慢一点啦3天之后，招龙老师跟何老师在先征得姐姐的同意下，来我们家对父亲展开了游说的工作。哎，这边12号，往下走就18号了。怎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啊？打电话吧。老师，里面请。这边。那个午后，虽然我不在场，但是隔着一道墙，我能感受到姐姐的紧张。老师，这边请坐。谢谢。老师，你们先坐一下，我去请我爸爸出来。老师喝茶，老师喝茶。你是慧慧的妈妈？老师，慧慧不乖就打。妈妈，你不要担心，慧慧很棒，慧慧都第1名。对啊，妈妈，你放心啊，我们可以教到像慧慧这样的学生，都很高兴，很开心。老师，这是我的班导师陈昭龙老师。你好。那这是学校的何老师。是。你好。你好，何老师，那个。老师们说了很多有关姐姐多优秀的话，那些我在学校已经听过千篇一律的话。喝茶。但是，我们都知道，优秀不是问题的重点。老师，我在台湾啊，没有亲人，一个人过了大半辈子，一直到我娶了慧慧的妈妈，才觉得我这个人呢，活着还有一点点意义。老师，我跟爸爸去照相。好漂亮哦，妈妈好漂亮哦。慧慧的妈妈出生脑袋就不好，当初怀那俩孩子的时候，医生都没把握说孩子将来会怎么样。可是我当初啊，
我就打定主意了，不管怎么样，这孩子就是我们董家的女儿，这一辈子变不了的。还好，祖宗保佑，慧慧又聪明又听话，所以老师，你们想，我有什么理由不让我的女儿继续念书？我怎么能看到我的女儿受委屈？董贝贝，如果您担心的是经济上的问题的话，我们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慈善资源是可以运用的，但是首先你得让慧慧先有这个机会去尝试。董贝贝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慧慧只有高中毕业，现在竞争又这么激烈，她出去怎么找得到好工作？没有好工作，家里面经济状况怎么改善？不管什么工作，好歹有份收入。可是那可能就是一份微不足道的工作，而像这样子的工作，赚的钱顶多只能够糊糊口。董贝贝，就当我冒犯您了，我有话直说。我们都不是有家庭背景的人，我们能够靠的就是自己的实力。当慧慧念书，就是培养她的实力，也只有这个样子，我们才有机会脱离贫穷。不是有人说吗？念书是斩断贫穷轮回最好的方法。对啊，如果您把眼光放长远一点来看，您可以当做这是投资，是为了这个家未来的几十年。如果这么想的话，这辛苦4年就不算什么了。只要不离开花莲，我答应让慧慧继续念书。我可以念大学了，爸，谢谢，谢谢你，爸，谢谢，我爱你。耶！我可以念大学了。照理说，慧慧的爸爸答应让慧慧去上大学，我应该要感到高兴的。可是，我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我只要想到慧慧平常的笑容，是用多少的坚强跟信念灌溉出来的，我就好心疼，好舍不得哦。诚挚诸位委员君见，慧慧是个努力上进、品学兼优及众多优点于一身的好学生，经常在各种场合都可以看见她为公服务的身影。该生家无恒产，目前是靠父亲退休俸半年10数万元及母亲4000元的残障津贴，一家4口省吃俭用才能度日。幸好慧慧争气，每学期都能够领到奖学金贴补家用，顺利完成高中学业。但若上了大学，这笔费用实无能力负担。素闻贵会委员一向秉持着上人慈悲为怀、济世救人的胸襟，默默帮助社会各个角落弱势家庭。希望能够获贵会的协助，让慧慧能顺利升学，将来拥有更好的能力来服务回馈社会。国立玉里高中老师。所以请各位师姐师兄帮我们评论一下。师兄师姐，我们现在有听着我们的林师姐的报告以后，我们就知道。这边请。对，这边。
是董妈妈。董妈妈你好。董贝贝，跟您提过的，慈济有想要资助慧慧上大学，所以他们今天特地来拜访你。谢谢，麻烦你们了。董妹妹、董妈妈，你们好，我是慈济的社工，我叫雅玲。谢谢。该怎么说呢？我只能说我丢脸了。女儿念书这么小的事情，还要劳师动众，这么多人来帮忙，啊，我没用啊，没用啊。董贝贝，您别这样说，能教出慧慧这么优秀的孩子，真的很了不起耶。而且，每个人都有需要被帮助的时候啊。我们慈济今天有能力可以去帮助别人，也是聚集了很多的力量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是靠很多的志工，还有师兄师姐的帮忙，才成就了慈济。这个，我这个人啊，最不愿意麻烦别人。慧慧从小到大念书啊，也都是一直靠自己，我也没办法教她什么。可是我一直告诉她，一旦受别人帮助啊，就要加倍努力的还。董贝贝，您的心意我们了解。我们慈济帮助人，从来不求回报，我们只是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如果受到帮助了的人能够因此受到感召，本着慈悲、欢喜的心再去帮助别人，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回馈了。是啊，董贝贝，我相信慧慧长大之后更有能力之后，一定会非常乐于帮助人的。这就像在传播一颗慈爱的种子一样，一个人接着一个人传下去，因此我们社会就会越来越好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花莲附近大学院校都在这边喽。慧慧学的是商，所以我的建议是啊，还是以商业科系为目标，这样才不会白白浪费你在高中打架的好基础啊，对不对？而且以慧慧的成绩，加上高中3年通过的证照，要参加这些学校的正式，没问题的。慧慧觉得呢？可以继续升学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念什么科系我都无所谓。只是，你是不是担心经济上的压力？慧慧，慈济功德会那边评估啊，应该快要出来了。就算万一他不能够援助，我想天无绝人之路，我一定可以想到其他办法的。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专心准备入学考试。老师，这间慈济技术学院是不是上一次那位来我们家的雅玲师姐，他们慈济功德会办的？他们学校好漂亮哦。就只有好漂亮吗？这间学校除了漂亮以外，我也不会说就是看照片啊，有一种好奇妙的感觉。看了之后就觉得心里很平静。当然喽，这间学校啊，只要你一进去就像花园一样，任何人看到心情都很舒服的哦。我自己是觉得啊，慈济技术学院不但有商学院，而且啊，那边环境非常的单纯。如果你可以过去那边念书，你爸爸一定会非常放心的。不过老师很尊重你的决定，没有做任何暗示哦。你都讲得这么明白了，当然不算暗示哦。我话还没有说完啦。我最大的考虑是啊，如果慧慧选择慈济，可能在学杂费上啊，我们可以得到更大的支援。这倒是喂，玉里高中你好。找何老师啊？好，你稍等一下哈，何老师。你好，我是何老师。哎，雅玲师姐你好。真的吗？经过你们的评估，你们决定帮助慧慧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不管慧慧选择哪一所学校，你们都愿意全额帮她补助学杂费。雅师姐，谢谢你的帮忙，真的太感恩了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感恩感恩。
恭喜你啊！谢谢。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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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妈把大门钥匙搞丢了。钥匙弄丢了。妈妈，你今天有出门哦？钥匙丢了怎么出门啊？你妈说想出去逛逛，我说好，我也出去走走。结果出了门要锁门，找不到钥匙了。那这样表示钥匙一定还在家里，没有弄丢啊。我先去做晚餐，然后晚一点我再来找钥匙，好不好？你们两个谁把钥匙放在冰箱里的啊？当然是他。讽刺的是，当时觉得好笑的事，其实是个预警。慈济功德会要补助你所有学费啊。对啊，他们说不管我上哪一所大学，都会补助我所有的学杂费。爸，现在学费已经有着落了，我也已经计划好了。等我开始上大学之后，我就会去外面打工，我也会努力争取奖学金的机会。我就拿这些钱来支付我自己的生活开销，这样子也可以减少家里的额外负担。慧慧要去上学哦。对啊，我要去上学喽。以后在家里你要听爸爸还有兰兰的话哦，知道吗？兰兰，以后看紧妈妈荷包这个工作就要偏劳你喽。你以后得住校。当然啦，怎么可能每天通勤？出门在外啊，要会照顾自己哦，凡事都要小心啊。爸，我知道，你放心，以后只要每个礼拜一放假，我就会马上回来。而且听说大学的课啊，可以自己选自己排，说不定以后我每个礼拜还可以周休3天哦。要乖，一定比你乖。还是那句话，慧慧，要懂得报恩。爸，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这么幸运，我会好好珍惜这一次机会。于是姐姐北上念书了，这是我们家第一次的离别。对姐姐来讲，那是她新生活的开始。对我、对爸爸、对妈妈而言，又何尝不是？姐姐去买早餐啊！对不起，我下去买早餐。爸妈，早餐。我去上学了。哎妈，这个借一下，借一下哦。爸，那个今天的药要记得按时吃哦。好。3、2、1，
三知一点的构成，这个非常重要，大家把它记在笔记本上面。第一呢是从几何学上面来说，第二是从造型上来说，第三内容充实者跟形态较小者。从造型上来说呢，我们又可以分为点的特性跟形的关系，还有形态比较清晰的部分。从几何上面来讲呢，还有从内容充实的部分来讲啊，还有从造型上面来讲，这四个大点呢，其实它构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几何图形的状态。在这个状态里面，我们就可以再从很多，不管是我们做 Photoshop 啊，或者是我们在电脑里面在构图上面，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察觉到说，它们的存在是非常非常必要，而且非常有关联性。好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，待会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老师，回去要记得复习哦。下课。起立，敬礼，谢谢老师。走回来。老师不是说放学后要帮你课业辅导，你怎么都没来？我忘了。没有关系，老师放学后都在办公室待到很晚，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我。嗯，谢谢老师。喂，什么事？妈，我懒懒，早上太赶，忘记跟你爸爸准备午餐，你可不可以自己去买啊？不好，拜托，不要让爸爸饿肚子，就在家里巷口附近买一下好不好？不好，我煮饭。你煮饭？我煮饭比慧慧好吃哦。喂，喂喂。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我应该永远都没办法像你那么优秀。我是慧丽妈妈。人家都说有缘修得同船渡，今天我们来自四面八方，却能在校园里被安排在同一个家族。这个家族是由我、锦书妈妈、柔波爸爸担任这个家族的家长，所以我相信我们前世一定是结了很好的善缘。就像慧丽妈妈所说的，我们都很高兴，一下子多出了这么多的小孩。说实在话，真的要我们自己生啊，还生不出来呢。我是锦树妈妈，我相信啊，在座的每一位义的爸爸妈妈呢，都会很高兴啊，把你们当做自己的小孩一样的来照顾，以你们的表现为荣为傲。但是呢，同样的，如果你们的生活、家庭、学业遭遇了任何的困难跟问题的话，也请你们把我们当做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。不要客气，也不要不好意思，随时来告诉我们，啊？对，为了方便我们大家彼此认识，我这边有一张家族成员表，那大家把自己的姓名、生日还有基本资料填在上面，就像我这张填的一样。大家好，我是容嬷爸爸。好，现在开始填，好不好？来。而且跟填清楚哦。新手会，没关系，你可以谈一谈啊，可以啊，在新手里面那个自己跟老师互动的情况好不好？跟我们班老师很好，就是写完了，写完再吃没关系啊，不急，点心很多啊，慢慢吃没关系，多吃一点。董慧慧，
这个名字真好记。对呀，取个好名字啊，以后出差的机会比较多哦。没关系。董坏坏，董坏坏，嘉青，什么事啊？刚刚在一德爸妈的见面会上，我看你家境写的是贫穷哦，真好。我不是说你们家贫穷很好啦，我只是觉得遇到同伴真好。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家也 bingo 答对了。我住在台东，我爸爸已经走了，全家上上下下就靠我妈妈一个人在撑。我会来念商啊，不是因为兴趣哦，只是我觉得念这个以后出路比较好，对家里比较有帮助。我了解。你们家只有你跟你妹妹2个小孩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会算啊。没有啦，自从你搬进来寝室以后，每天晚上都在跟你妹妹讲电话，而且你跟她讲话的时候好温柔哦。一开始我还以为是男朋友呢。我也有一个妹妹哦。真的吗？我们同班、同寝室，又被分到同一个家族，而且一样都是善家郎，然后又都有一个妹妹，我们真的好有缘哦。又不及格。拍谁？我不小心把电源拔掉了。哦，你怎么这么粗鲁啦？到时候人家说我们欺负好学生。没关系啦，听到没有？好学生说没关系，他不跟我们一般见识。谁说没有关系啊？不爱惜公务，让电脑不正常关机，不管是不是故意的，都要罚。哈，老师，下课留下清键盘。好，各位同学开机。今天上网页设计比一定是你的。老师。董慧兰，董慧兰，我来克服。哦，对哦，来坐，过来，坐这里。那我们先从老师先告诉你为什么要你来课后辅导原因好了。老师希望你能够代表学校参加繁星计划。你不知道繁星计划对不对？
繁星计划简单的说，就是教育部为了要平衡城乡差距，照顾弱势团体，所订定另外一种大学入学的方式。今年第一次开放给高职生参与。如果你可以透过繁星计划进入大学，这样子可以降低学费跟家庭经济负担，你懂吗？但是前提是每所学校只有一个名额，而且它的入学方式不是看统测成绩，是看你的在校成绩检定跟到时候的面试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从现在开始，学校所有大大小小考试都不能轻忽，有必要的技能考试、统测考试等等，能过关的我们都尽量让他过关；有必要的证照考试、检定考等等，能过关的我们一定都要过关。你怎么把姐姐要去花莲前买的1星期的菜全部都煮掉了？爸爸吃过又饿，又吃又饿，但是也吃不了那么多啊。妈，以后我不在家，你不要开炉子，很危险，知不知道？可是不煮，爸爸肚子饿啊。小梅，什么时候才吃饭啊？都不给我饭吃！你看吧，你跟爸那么晚都还没有吃哦？吃很饱。到底是你有吃还是他有吃啊？还是你们吃了没吃饱？还是……哎呦，算了啦！你是谁啊？你到我们家来干什么？爸，我兰兰啊。兰兰，我女儿啊。看清楚了吧？来。爸，你是不是没吃饱啊？你妈妈不让我吃饭，真是。妈不让你吃太多白饭，是因为医生怕你血糖高，让你别吃太多。吃饭。你又乱花钱了。爸爸吃饭。你什么时候出去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跟你说，你出去你要给我讲一声，你怎么老记不住呢？我有说。有说。什么时候？你睡觉的时候。我跟你讲，这个钱要省着点花嘛。你床底下都已经是鞋子了，蜈蚣的鞋子都没你多。该花的爸爸一定让你花，不该花的不要浪费。你下次花钱之前，你先用脑筋想一想，这个东西需不需要买？忘记吃饭，不忘记，一直念。爸，你在找什么啊？怎么还不睡觉？哎呦，才起床啊，都几点钟你还在睡觉？伞啊，在找我们家伞呢。爸，现在是半夜2点，你找伞做什么啊？
今天天气不好啊，你看太阳都没出来，待会儿恐怕就要下雨了。爸，你怎么啦？现在是晚上，没有太阳啊。爸，你看你妈妈每次东西都乱放，我要用就找不到。你姐到学校上课去了，我待会儿给她送伞，今天一定会下雨啊。爸，姐姐她去花莲读书了，你忘了吗？喂，我就说嘛，我记得我们家伞多呢。找一把好一点的。我们家是穷，但是不能让人家笑话我们家连把好伞都没有。爸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嗯？爸，你不要再找了。姐她去花莲念书，她不在家。什么花莲？你在胡扯什么你？你姐姐不是那种人，她嘴巴没说，但是我心里都知道，她不会离开这个家的。爸，好了啦。妈，姐怎么办？爸他好奇怪哦，他刚一直在讲一些奇怪的话。姐怎么办啊？你赶快打电话给我好不好？姐，帮帮我啊！快点啊，姐！董慧慧，不等你，我们要先进教室哦。好。什么时候关机的？奇怪哦，他刚一直在讲一些奇怪的话。姐，怎么办啊？你赶快打电话给我好不好？姐，帮帮我啊！快点啊，姐！喂，喂，兰兰，爸爸呢？爸爸现在怎么样啊？姐，爸爸他现在好一点了。好像要恢复正常。那爸爸现在在哪里？他还在睡，到早上才睡着。那你不就一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？对不起啦，我昨天晚上手机没电啊，就关机了，我也不知道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姐，怎么办？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哪个打电话啊？一大早。兰兰，是不是爸爸起床了？我跟爸爸讲话。慧慧。喂，爸爸，你起床了？你哪一个？爸，我是慧慧啊。慧慧，我女儿慧慧在花莲念书，还不在。我就是慧慧啊。你是慧慧？你有觉得哪里身体不舒服啊？你在哪里啊？你从哪里打电话来啊？爸，我在学校，我在花莲啊。对哦，你在花莲。爸，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哪里不舒服啊？我现在回家看你好不好？哎，要上课，你回来干什么？我们不是讲好明天放假再回来看人吗？啊，要守学校规矩，不要缺课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爸，如果你觉得身体有不舒服的话，你要赶快打电话给我哦。哎，都几点钟了，你怎么还不上课去啊？兰兰，你在家干什么？
赶快上学去！快！好了，爸爸不跟你讲话了啊！好，爸爸挂电话了。你们想害死我是不是？我就知道我死了，你们少有负担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让你们好心眼。就像一朵随风飘逝的浮云，瞬息万变，片刻不停。一曲诗歌的共鸣，有时高亢，有时低吟。我一路飞向黑夜，我一路唱到天明。生命的过程一如幻影。其实平凡就是安宁。你们想害死我是不是？爸，我就知道我死了，你们少有负担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让你们好心眼。这些题目月考前我们都已经复习过了，是什么原因让你成绩退步这么多？骗人！好啊，走啊，把我一个留在这边等死好了。你又哪一个？送爸爸去疗养院，我们可以比较安心啊。这个家就全部是交给你了。